一个沉迷剧目爆料的皇帝，一个权倾朝野的9000岁，一个党争不断的朝堂。这样的组合，如何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，在短短7年间坠入深渊？天启元年，16岁的朱由校在明末宫廷的权力动荡中登基，是为明熹宗。他接手的是万历朝留下的残破江山，朝政废弛，党争不休，边患迭起。而这位少年天子的心思，却全部在治国理政上。天启帝的继位，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明末3大案的阴影。万历48年，在位48年的明神宗朱翊钧驾崩，长子朱常洛继位，成为明光宗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明光宗在位仅30天，便因服用红丸暴毙。这便是震惊朝野的红丸案。尚未正式登基的朱由校，紧接着又遭遇一公案。抚养他的李选侍企图占据乾清宫，想要以垂帘听政掌控大权。幸得东林党官员杨涟、左光斗等人挺身而出，强行将李选侍迁出乾清宫，朱由校才得以顺利坐上龙椅。这一系列宫廷变故后，天启初年的朝政被东林党人牢牢掌控。凭借用力之功，他们获得了天启帝的初步信任。叶向高、邹元标、赵南星等东林党核心人物纷纷进入内阁或担任要职，一度形成东林独大的政治格局。东林党人以清流自居，主张整肃吏治，废除矿税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初衷确实不乏忧国忧民之心。天启初年，他们也推行了一些改革举措，罢免了万历朝部分奸佞官员，整顿了部分腐败的税收环节。但东林党人的致命缺陷在于将学术理念与政治斗争深度绑定，对意见者一概视为邪党，展开残酷打压，让明末党争愈演愈烈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虽擅长轻谈议论，却缺乏实际的治国与军事才干。面对天启年间严峻的内外危机，始终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。而真正改写这一切的，是天启帝自身的特殊癖好。朱由校自幼缺乏系统的帝王教育，却对木匠活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。史书记载，他性智巧，多艺能，有喜营造、锯木、爆料、油漆、雕刻等木工技艺，无不精通。他常常亲自设计宫殿模型，制作精巧器物，甚至亲自参与宫廷建筑的修缮。沉迷其中时，竟能善吟渴望，涵述忘绝。对于朝政，朱由校毫无兴趣，也缺乏处理复杂政务的能力，这就为权力真空的出现埋下了隐患。填补这一真空的是天启帝最信任的2个人，乃马克胤岳与太监魏忠贤。克胤岳是天启帝的乳母，自朱由校幼年便陪伴在侧，两人感情深厚。朱由校登基后，不顾祖制，册封克胤岳为奉圣夫人，允许他自由出入宫廷，甚至参与朝政。克胤岳在宫中权势熏天，生活奢华无度，还与太监魏忠贤结为对士，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。魏忠贤本是河间府的市井混混，中年自宫入宫，凭借圆滑的处事之道和钻营能力，逐渐接近权力核心。他深知天启帝沉迷木工，便故意在皇帝专注于木匠活时请示政务。朱由校往往不耐烦地说：“不以细意，汝辈好为之。”就这样，魏忠贤一步步获得了代替批红、处理朝政的实权。天启3年，在克胤岳的帮助下，魏忠贤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。司礼监是明朝宦官机构的核心，秉笔太监负责代皇帝批阅奏折，权力极大。可魏忠贤本是文盲，根本无法看懂奏折，便依靠同党王体乾等人代为诵读、拟定批语，彻底掌控了朝政决策。为巩固权力，魏忠贤与克胤岳联手，首先清除宫中的一级宦官。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，正直且有威望，曾辅佐过万历、太昌两朝，也对东林党持支持态度。魏忠贤与克胤岳设计诬陷王安，将其发配男孩子，最终派人将其杀害。清除王安后，魏忠贤完全掌控了宦官集团，随后组建起自己的政治势力殷党。殷党的核心成员包括朝中趋炎附势的官员与宦官，像兵部尚书崔成秀、工部尚书吴纯富、御史田吉等人，形成了五虎、吴彪、石镐、石哈尔、40孙等庞大的党羽网络，遍布中央与地方。魏忠贤还掌控了东厂和锦衣卫这2大特务机构，将其变成镇压异己的工具。东厂在天启年间的权力达到顶峰，体系遍布天下，所机坊无论虚实则糜烂。锦衣卫则负责审讯囚犯，发明了刷洗油煎、剥皮等数十种酷刑，凡被逮捕入狱者，几乎无一生还。魏忠贤掌权后的核心目标，便是打压东林党。天启4年，东林党人副都御史杨涟忍无可忍，上书天启帝，列举了魏忠贤的24条大罪，
包括擅权乱政、谋害忠良、蒙蔽圣听、生活奢靡等每条罪状都有具体事实支撑。知旨魏忠贤，内廷之中，但只有忠贤，不知有陛下。都城之内，亦但只有忠贤，不知有陛下。这份奏折震动朝野，左光斗、魏大忠、黄遵素等数十名东林党官员接连上书弹劾，可谓忠贤凭借对天启帝的掌控，成功化解了危机。他跑到天启帝面前痛哭流涕，声称自己遭到东林党人的诬陷，而负责为天启帝诵读奏折的宦官王体乾是魏忠贤的同党，故意避重就轻，将奏折中的关键罪状一笔带过。沉迷木工的天启帝听完后，不仅没有追究魏忠贤的罪责，反而斥责东林党人多事。这次弹劾失败后，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展开了血腥报复。他罗织罪名，将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忠、袁化忠、顾大章、周朝瑞等6位东林党核心人物逮捕入狱，史称东林6君子。6人在狱中遭受了残酷的酷刑，杨涟被打得体无完肤，仍写下血书表明忠心，最终被折磨致死。左光斗等人也相继被害，尸体惨不忍睹。天启5年，魏忠贤进一步扩大迫害范围，将赵南星、高攀龙、周顺昌等数十名东林党官员罢官、流放或杀害，其中周顺昌、周宗建、廖昌器、李应胜、周启元、黄遵素、高攀龙被称为东林7君子。高攀龙不堪受辱，投水自尽。周顺昌在苏州被捕时，引发了苏州百姓的反抗，数万民众上街游行，打死东厂提旗数人，这便是著名的苏州民变，但最终被魏忠贤残酷镇压。与此同时，魏忠贤下令封禁东林党人创办的东林书院，烧毁书院典籍，禁止东林党人讲学论政，从思想文化上彻底摧毁东林党的根基。当时的朝堂累累相接，片手就戮，东林党几乎被灭门，朝政完全被阉党掌控。在镇压东林党的同时，魏忠贤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。阉党官员为讨好魏忠贤，纷纷在全国各地为其修建生祠。天启6年，浙江巡抚潘汝贞率先上书请建魏忠贤生祠，天启帝不仅批准，还亲题溥德2字为祠堂匾额。此后，各地纷纷效仿，从京城到地方，生祠遍布天下，仅苏州一地就修建了3座。生祠的规格与帝王宗庙相当，祭祀仪式极为隆重，官员百姓必须定期祭拜，如有不敬者，立遭严惩。魏忠贤被尊称为9000岁，甚至有官员上书称其9900岁，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，其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天启年间的乱政不仅引发了内部的政治危机，还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防力量。当时辽东地区的后金势力日益强大，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父子不断率军南下，明朝在辽东战场接连失利。万历47年的萨尔浒之战，明朝精锐尽失，辽东防线濒临崩溃。天启初年，熊廷弼、孙承宗、袁崇焕等有识之士相继主持辽东防务。孙承宗提出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，修建了关宁锦防线，一度遏制了后金的进攻。但受党争影响，熊廷弼被阉党诬陷下狱处死，孙承宗被罢免，袁崇焕也一度遭排挤。辽东战事的失利让明朝的边患愈发严重，军费开支激增，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天启7年8月，年仅23岁的天启帝朱由校在乾清宫驾崩，由于他的3个儿子均早夭，按照兄终弟及的祖制，其5弟朱由检继位，是为崇祯帝。天启帝的驾崩标志着黑暗的天启年间结束，但他留下的是一个党争不休、民不聊生、边患严重的烂摊子。崇祯帝继位后，迅速展开对阉党的清算，魏忠贤被迫自缢身亡，柯英岳被处死，阉党成员或被斩首，或被流放，东林党人得以平反。但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积重难返，天启年间的党争与乱政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国力，为其最终的覆灭埋下了伏笔。后世常有假设，若万历年间的改革家张居正与魏忠贤处于同一朝代，同时登顶权力巅峰，明朝的历史会否改写？这一猜想虽无实际意义，却也反映出世人对晚明历史的惋惜之情。张居正改革曾为明朝注入短暂生机，而魏忠贤乱政则将王朝推向深渊，两人一功一罪，堪称晚明政治的两极。接下来，明朝的历史将进入崇祯时期。崇祯帝朱由检虽有心重振河山，试图挽救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，却终究无力回天，最终在眉山自缢身亡，见证明朝的覆灭。这一段悲壮的历史，我们下期再续。